大家眼前这辆是什么车？肯定所有朋友第一答案是皮卡。在我看来，这是一辆带斗的硬派越野车，能上山，能下河，能车斗碎大石，还能叠罗汉。江铃福特 Ranger 游骑侠，哎，这游骑侠这中文名字，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还能起这么一名字，还是挺不错的啊，挺巧妙的。这车我今天体验的所有都是越野，我们趟着河过来的。大家看这路啊，它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硬派越野车啊，从1980年就开始，这已经是第5代了。它强调硬派的越野性能啊，这车呢是一个中型皮卡，车长大概在5米左右啊，不像那个猛禽什么那么大个儿啊，也没有那么宽。其实，在越野上来讲呢，它更轻巧啊，它的前悬非常的短，它的接近角和离去角都非常的大，而且悬架行程有80多厘米，也非常的大。即使我们这个啊没有装涉水器的，基本上速车的情况下，涉水深度可以达到机盖。刚才我亲测了，看机盖还有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车的设计呢，整体来讲非常的美国，非常的变形金刚啊。这颜色叫赛博橙，像不像那大黄蜂的色儿，是吧？啊，其他的部分全部都是黑的啊。C 型尾灯，方方正正，看起来跟猛禽就是一个家族的。整个前中网啊、前脸啊、侧面所有装饰件全都是黑的啊，而且它处处都为越野考虑。大家看这轮眉啊，包括这些防擦的部分，都是你在丛林里走容易擦的地儿都是黑塑料。虽然踏板已经被我们拖烂了啊，但是它的实用性还是非常好的，而且随随便便拆下来就可以换一新的。它后斗设计也非常好看，你看这儿还有一个连接件，看着跟一尾翼似的，是吧？这儿还有一个侧踏啊，这也是积累了很多年的经验嘛。看非常方便，拿点东西啊什么的。皮卡嘛，咱们看看后斗。车的后斗有一个缓缓放下的液压杆啊，因为这东西其实很重啊，有160多斤，如果梆一下拍下来是不太好的，是吧？里面有货箱宝啊，非常的结实，而且这个车的斗里面的宽度很大，它的轮舱很小，是目前市场上皮卡里比较宽的后斗，里面还有电源，还有很多的锚点，一切都从实用出发。那它这后斗还有一锚点，这是干嘛的呢？在国外，好多人拿这个插进去，弄一个平台可以锯木头啊。这还有尺子，你看没有？0、10、20、30、40，可以量木头的长度。你要钓一鱼呢，放这儿还能量量鱼有多长啊，拍个照发个朋友圈什么的。总之，一切都是为了拓展啊，也是这么多年来啊，这车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这么多年来，所有的用户积累的经验，做这些细节。对我来说啊，皮卡的内饰一般都比较简陋的，是吧？工具车嘛。这车内饰其实还挺精致的啊。我们看到整个的仪表台的这个圈啊，车门的上沿、扶手、方向盘全都是用皮革包的，还用黄色的缝线搭配。开门这儿还有一个小黄色的一个装饰。那这开门挺逗的，不是传统的拉手，是在里面挤一个片，一挤就开了。中控是一个立的大屏，它这中控立大屏当越野的时候，你发现好处，你用这个全景影像的时候。前面可以看前面的情况，然后整个俯视的360度都可以看，它可以同时显示出来。空调留了10体按键，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啊。我觉得能留10体按键的厂家都是真懂车的用户。然后这车这边是辅助驾驶全景影像，配置还挺高的啊，带方向盘加热的，座椅设计的还挺用心的啊。你看这还写着 Ranger Wildtrak， 然后打孔啊，中间还有一条的装饰的布。给大家看看 Ranger 后排啊，这车其实不是一个那种坦途那种。猛禽那种大皮卡，中型皮卡，所以后排空间不会那么的分明，但是其实也够用。你看前面是我的正常驾驶位置，就这儿全2升半，带独立高压缩口，220电源，12伏电源。它的座椅靠背作为皮卡嘛，顶到最后面了，所以它相对比较立。但是我一路坐，我觉得也还好啊，没有那么累，因为它其实挺柔软，而且座椅跟前排一样啊，中间用的真皮啊，整个的这个工艺啊。装饰啊还很精致的，你看中间有俩杯架，其他就没了。我大概这2天坐了几十公里、上百公里后排吧，我觉得还可以。这车后排不会像传统的那个皮卡那么惨啊，又立又硬又小，就特别临时坐那一下的感觉。这其实还是能坐的，还不错。下面咱就来点真的啊，开这车越野，爬那极限大野坡去，看看怎么样，动力够不够。现在把它挂到4驱低速上，车震了一下就挂了，然后把前锁、后锁、先挂后锁。
对，找到360，背挂环前锁啊，360影像带。因为我前面马上是一个盲坑，很深的一个大盲坑。扭力可以，2000转。哦，这 Ranger 可以。首先它很灵活，我觉得不是特别大，这么窄的路还有个余地，我能选择这儿和那儿。二一个就是这扭力真的可以，这柴油机470牛米。靠前镜影像来看前面的路，它还带这个引导线，你能知道车的往哪个方向走。那一些，我的天，太吓人了！太高了。侧倾到26，因为这个坡被跑出了坑，所以27现在。我们现在准备走这1米深的炮弹坑啊，先挂上后锁，然后挂 D 档，走。我天哪！看影像，这基本是看不到啊。我觉得这全景影像对越野的帮助太大了。我天哪！不用急了，这个考验悬架的行程。还有车的接近角、离去角这些通过性，还有车的扭矩，都很考验这个炮弹坑。哎呦，我的天！这要接近角不够，保险杠就没了。而且低扭车好像就800转就能出来，根本不需要给大油。这才叫越野车，这活儿真是日常的家用车干不了的活儿。今天拿到这辆呢是一个柴油版的 Ranger 啊，这车145千瓦，470牛米，是 2.3T 的啊。它的汽油版是190千瓦，450牛米。开起来什么感觉呢？首先柴油机的存在感还是有的，大家现在也能听到这声音，因为我下山现在在用比较低的档位在啄着这个车下山，防止刹车过热嘛。啊，柴油机的那个哇的声音还是有的，但是它隔绝的已经相当不错了，就是它把柴油机该有的声音留下来，然后吵人的那部分都没有。而且很久没有开这种纯燃油车了，我觉得这有个柴油机的声音还挺有存在感。但是柴油机的转速比较低，就上了2-3千转之后声音就很明显，开着还挺痛快的。这车配的是采埃孚的8AT 变速箱，这也是我认为目前大批量使用的自动变速箱里基本上最好的一款，实际用起来也是非常不错，很聪明。你用手动模式换挡速度也挺快的。这车给我最大的感受啊，就在平路上行驶，包括越野的时候就是灵活。你看我现在在非常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一点没有开一个大车的感觉，非常灵巧。同时在越野的时候，它的越野能力超乎我的想象，就是发动机所提供的功率足够，在你遇到任何的坡啊，遇到任何的工况的时候，它都能及时的把扭矩提供出来。同时它的这套中央差速器也是有自己的先进技术的啊，它叫 EMOD， 它是在传统多片离合器的基础上加一个电机，可以及时的压紧这些多片离合器，防止它长时间的半联动过热。因为我之前一直认为皮卡越野性能可能没有纯粹的那种硬派越野车强啊，但是这辆车让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带斗的硬派越野车，然后也让我觉得这越野这事儿似乎还挺有意思，你可以把它开到一些之前没有想象过汽车能去的地方，也可以把它开过去。然后这个 Ranger 车呢，其实它配置很丰富啊，它从14-15万一直到咱们这个26万多，很丰富的配置，有手动挡的、钢板弹簧的，像这个是独立悬架的都有。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去选这车。我觉得什么人适合这车呢？其实无非就是2大类，一大类呢是拿它当工具的、刚需的啊。我觉得作为一辆工具车来讲，福特啊这么多年的一个国际大车企，这么多代下来，其实这个车的整个的工业基础是非常好的，就是一方面它的质量，一方面它的行驶品质，比如你买手动挡它好挂档，是吧？包括转向啊、刹车呀、都比较靠谱。所以作为工具来讲，是一个靠谱好用的工具。作为一个玩具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首先它挺帅的，而且它不贵，对吧？顶配基本上也就20来万。最关键的是它越野性能特别强大，真的是可以带你上山下河，带你去一些家里其他车去不了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买这个车的一个意义所在。